最近一个42岁的未婚男人，他的一番话真的给我震惊到了。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呢，聊到了婚姻这个问题，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你都这个岁数了，怎么还不抓紧找一个，赶紧结婚呢？你不着急吗？父母肯定也得老催你了，是吧？结果你们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我都已经这个年龄了，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现在越大我越不想结婚，一个人生活都习惯了。说实话，生活中除了生孩子这件事情，我真的什么都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出去挣钱。缺女人也不是找不到，不一定非得结婚啊，找个合适的呢太难了，索性我就放下了，随缘吧。他说其实我也是不想背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车贷和房贷，懒得在每一个节假日想着办法去给对方制造惊喜浪漫。说实话，现在的女人太难伺候了，我也不缺个祖宗啊。我不想一边辛辛苦苦的上班，我还要担心自己要是不够努力的话，老婆会不会嫌弃我跟我离婚啊？我也不想夹在我老婆和我老妈之间受气，更不想一边孝顺父母，一边还得考虑传宗接代。而且呢，有了孩子之后，还得拼了老命给孩子买房买车。等孩子长大了，我也老了，接着我还得操心孩子的婚事，我还得帮忙给他带孙子，重复着老一辈的生活方式。我自己能享受几天美好生活呢？自己一个人生活多自在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想打游戏我就随时打，没有老婆管着，也没有孩子缠着我，钱多我就多花点，没有钱我就少花点，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想过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呢？你一个人，别人都在享受天伦之乐，你呢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万一你生个病，谁又来照顾你啊？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等我老了，那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社会养老服务啊会更完善的，那个时候我可以选择居家养老，抱团养老，或者呢我就去养老院，都能解决问题。现在这个社会啊，你不能去指望儿女能给自己养老，还得靠自己，婚姻的意义真的不大了。那我听完他说的这一番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啊！要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话，那我不得失业了吗？那对于他的这一番观点，你赞成吗？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在这里说啊，但是啊，咱们有些女人真的太让人操心了。现在就这么发展下去啊，真的有可能会越来越难嫁出去。这个会是真的，因为在未来可能跨国婚姻已经要成为主流了。外国的妹子啊，想一想，长得美不说，人家也没有那一大堆的卖身契，人家谈恋爱结婚都是可以跟男人 AA 的，不会跟男人要包包要转账要房要车要彩礼。目前我认识的好几个相亲相了好几年的小伙子，都是相了好几十个中国姑娘啊，最后呢人家牵手了一个外国女孩。这事儿呢说起来呢也不算稀奇了，但是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了。以后呢可能会有大量的俄罗斯女孩、越南、缅甸的，还有韩国、日本的。其实有很多外国女生她是很喜欢中国男生的，因为中国男生的骨子里有那种温柔顾家的特性。我呢问过一个其中的男孩，我说你找一个国外的媳妇儿和找一个中国的媳妇儿有什么区别呀？他说呢，前几年啊他就开始相亲了，相了不下50-60个女生，但是这些女生啊，要么就是高高在上扮高冷啊慢热，要等着男人去做舔狗，追起来可费劲了，嫌你没这没那，条件不够。我这个俄罗斯媳妇儿呢，可是主动追的我，咱们这边谈个恋爱，就是给你要礼物要转账啥的，你要是给的不够啊，人家就不乐意了，说你不爱他。结婚呢要彩礼要车要房啊，房产还得加他的名字，真的是什么什么奇葩都见过了。国外的女生哪有这些毛病呢？人家那才是真正的既独立又可爱。现在我真的是替那些女孩很着急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认不清楚现实，不知道咱们中国的男人现在是多抢手吗？咱们就拿俄罗斯的来说，他们本来就是女多男少啊，小姑娘啊长得还一个比一个漂亮啊，别的国家的女孩也都虎视眈眈的。最关键的是，
基本上啊，国外都没有彩礼这个说法。如果咱们中国的女生再去用金钱衡量你们的爱情，那我觉得你一定要想一想，自己最后到底是败给了谁呢？我在评论区里边看到一个87年的女人啊，吐槽她相亲的男人们。她说这2个月她相亲相了10几个人，但是她发现啊，现在的男人太抠了，没有什么格局。这10几个男人当中，只有1个正儿八经的带她吃了顿饭，其他的呢，要么就请她喝奶茶，要么就请她逛公园，要么就呢喝个咖啡。而且相亲完了之后，没有一个主动把她送回家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很感慨哈，以前的时候那些男人啊，格局就特别大，啊，跟他相亲呢，不但带他吃大餐，而且呢还给他带小礼物，啊，最后呢还会安安全全把他送回家的。然后下边有一个88年的女生就回复了啊，说我是88的啊，如果男人跟我相亲提出来啊喝奶茶或者逛公园，我直接就拒绝，我接受不了格局太小的男人，我愿意下半生自己一个人过。我想说啊，你们真的是被男人宠坏了呀。你看看你们20几岁的时候，人家又送礼物，又送你回家，还请你吃大餐，然后呢，你不是也一句不合适就黄了吗？而相亲这些所有的消费，你1分钱也不用承担，那你觉得对男人公平吗？再说了，以前男人请你吃饭了，也送你礼物了，还送你回家了，你不也没同意吗？你现在说这些不请你吃饭的男人格局太小了，那些格局大的你不一样也拒绝了吗？你说这个男人格局小啊，太抠门，是他们单身的原因。可是你也单着呢，那你是因为什么呢？那你如果格局大，为什么你不请男人吃一顿呢？我在北京做红娘这么久了，我最怕的啊，就是那种大龄的单身剩女，特别是那种高学历、高收入，还特别自信的那种大龄单身剩女。你说这不啊？前几天呢，有一个87年的女孩嘛，其实她这个硬件条件还真是不错的啊。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高管啊，身高大概在1.65米左右，年收入也挺高的，100多万，硕士学历，身材长相都不错。我相信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男人追求，也不知道怎么的啊，把自己带到现在了。如今呢，她到我这儿来啊，说希望我给她找一个啊，大概5岁以内的啊，大概大她5岁以内的，年薪在200万以上的，在北京呢得有房有车的男人。那我听到他说这个话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啊，我说其实你这个需求这个条件呢，我可以帮你达到，但是离异的你能不能接受？哎，结果啊，他就跟我急了啊，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让我一个还没有出阁的姑娘去嫁一个2婚的男人，87年的还说自己没出阁啊，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奇葩嘛？然后人家还跟我说啊，哎，我条件这么好，搞了半天，你这儿也没有什么优质男生。他正在跟我争执的时候啊，我们店里边另外还有一个客人啊，96年的一个小美女就走过来了。她呢就跟这个87年的女孩这么说啊，她说姐姐，我是96年的，我呢也是硕士刚刚毕业，虽然说我赚的没有你多吧，但是我的要求比你低啊。我呢就希望对方有个稳定的工作，年薪30万左右，有一套房子就行啊，其他的呢我就不在意了。如果他暂时没有房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家有，正好我们家就我一个啊。我的嫁妆呢就是海淀的一套学区房，就是海淀的一套学区房。那你说这么优秀的男生是会选择我呢，还是会选你呢？这个87年的女孩一听啊，就翻了个白眼，就不说话了。其实我也很想啊，看一看啊，男人在这个选项里边，你们到底是会选这个87年的呢，还是会选这个96年的？哎，我跟你们说一个可怕的真相啊，在未来啊，愿意结婚的男人会越来越少的，因为男人现在啊，越来越不需要女人了。原因其实也挺简单的啊，一共有3点，有点扎心啊，但是非常现实。而且第3点啊，可能让你无法接受。第一点呢，男人这一辈子他都被金钱捆绑着，被责任压榨啊。那现在的女人呢，都去和有钱的男人谈感情，和没有钱的男人啊谈钱。一个月入2、3千的女人，她可以去刷爆信用卡，去旅游去玩，而一个月入过万的男人还是个穷光蛋。这每个月的房贷、车贷、父母的赡养费、儿女的补课费，男人一辈子都拼命的在挣扎呀。
到头来呢，财产是儿女的，工资卡呢是老婆的，留给自己的只有无尽的委屈和辛苦的汗水。第二点啊，90%以上的女人啊都嫌弃或者看不起自己的老公，大多数的老公呢都被当做一个赚钱工具。现在啊，老公被老婆嫌弃的原因啊，不是因为没本事，就是因为没情调，所以啊，他们才会对其他的男人动心。我真的也是佩服了哈。最后一点啊，当今社会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女人如果没有钱呀，90%以上的男人呢都会养着她。但是反过来啊，当一个男人没有钱的时候呀，90%以上的女人啊都想远离他，生怕沾上他甩不掉。所以说男人啊，只能是选择一个人疗伤，一个人治愈。以上这3点就是男人不需要女人的原因啊。与其爱得那么卑微，还不如自己潇潇洒洒、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你说这个事儿啊，让不让人生气吧？就前段时间呢，我安排了2个人见面。这男的呢，35岁，北京人啊，私企的高管，有房有车，条件还不错啊，年收入大概在50万左右。这女的呢，也是北京妞啊，在体制内工作啊，工作比较稳定，北京家庭她也不缺啥啊。这个呢，女孩33岁了，今年。俩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相互感觉还不错啊，条件也相当，年龄呢也比较合适啊，相互呢就觉得可以接触看看。这不春节放假了嘛，他俩就约着见了第2次面。刚刚见完面没有多久，他俩就先后给我打电话了。先是这个女的啊打电话过来的，气势汹汹的，说对方不真诚，态度不好啊。一问他具体什么情况啊，这姑娘就罗列出了4条罪状。第1条啊，就是说男方在知道今天见面的前提下，都没有问他怎么过来，简单点说啊，就是没有开车去接他，导致他呢在寒冬腊月天打车出来见了面，他觉得很委屈。其次男的没有诚意，情商有问题。他说按道理讲，大家都觉得合适才会出来见第2次面的。这一见面呢，也没什么惊喜，也没什么浪漫啊，连个礼物都没有带。他觉得这个男人啊，并不是真心想跟他在一起的。第3个啊，就是点菜了。男方直接忽略他的喜好，就点自己想吃的菜。他不爱吃的呀，全都给点上了。说到这第4条啊，这姑娘嗓门都提高了8度。他既然让我给他饭钱，你给我评评理啊！这顿饭先不说啊，都不是我的口味，我都没有吃几口好吗？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钱呀？接着，男方来电话了啊，开始辩解这件事儿。他说先说接送的问题，这男士说啊，自己一开始啊不知道女方希望他去接他，以为呢2个人约好了地方就直接过去。关于制造浪漫和小惊喜，男生觉得呀，这才第2次见面嘛，并不是很了解对方，所以呢还没有必要到要追求送礼物那一步这第3呢就是关于吃饭了。男方说自己当时问过女生想吃什么，但是女方的态度很冷淡，也不怎么搭理自己一直就在玩手机，也不抬头看他一眼，就直接说了一句随便。他就以为真的可以随便点了。关于最后一个要女方付钱这个事儿，男士说确实提出来了，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因为女方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全程对他都很冷淡。男士和他说话呢，他爱答不理的给他夹菜呢，他直接就给扔回去了说不需要。最后这个男士呢也生气了，直接就怼这个女的，说你既然来相亲了，那你就别端着，也没有人欠你什么，你拉着个脸给谁看呀？这姑娘听完了就直接跟这个男方杠起来了，最后2个人都吃不下去了，男方就提出让女方来承担一半的饭钱。女方听完之后拎着包就走了。其实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那我作为中间人吧说几句公道话，男的呀就错了第1步他就是没去接女生，所以女生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有情绪了。但是我要说说这个女生33岁了，这个年龄段谁一天到晚没事研究怎么给你制造惊喜和浪漫呢？没有感觉到真诚。什么是真诚呢？车接车送，每天嘘寒问暖，各种浪漫惊喜你真的是电视剧看多了吧？天天幻想着一个长得又帅又有钱的男人像盖世英雄一样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承担着你所有的经济开支，并且还对你随叫随到，像祖宗一样宠着你对你唯命是从。你还想着对方能热烈的追求你
真的是大白天做梦啊！单身女人，你只要上了30岁啊，就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你想要结婚，遇到比你条件好的，你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找到条件差不多的呢，就要相互理解、相互迁就。你又不是公主，端着个公主的臭架子，哪个男人会娶你啊？最近有一个女粉丝给我留言啊，她说：欣姐，我感觉看你的视频怎么都在说女生的问题啊，男生就没有问题了吗？你说话真的特别有意思，你为什么就知道劝女生去降低要求，不去劝劝男生呢？难道女生就活该要将就吗？还有啊，女生跟男生出来相亲吃饭，本来就应该男生来买单啊，要不怎么给我们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呢？要是连一顿饭钱都舍不得花，还出来相亲干什么呀？他就活该单着。我觉得他提的这2个问题啊，很好，非常具有代表性啊，代表了大部分剩女的心声。其实你们也都应该发现了，不只是我，几乎全网所有的红娘都在说女生找对象的时候呀，要清醒一点，去正视自己的条件，再选择你的要求。为什么我们不劝男生啊？因为人家男生的要求已经够低了。就拿我们北京本地的男人来说，人家有房有车有户口，人家的要求啊，可能就是说这个女生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行，然后呢长得漂亮点，其他都不做要求了。那我请问，人家还要怎么低呀？对吧？另外呢，很多的女生啊结不了婚，还不是因为你们对男生的经济条件、外貌要求都高出了边界吗？还说呢，相亲的时候就一定得男人来买单。我请问是谁规定的这一条呢？人家买单，那是人家做人的风度，人家不买单，那也没什么毛病。你跟人家还八竿子打不着任何的关系呢，就2人坐那儿认识了一下，就一定得男生来付出吗？你们不是一直都在喊着男女平等吗？这时候就不用平等了是吗？还有个女生在评论区里头问我说，一顿饭钱都那么算计的男人，你为什么不去劝劝他多赚点钱呢？我真的是笑了啊！我们确实可以劝他们多赚点钱，但是人家男生如果真的赚到很多钱了，还会看得上你吗？都知道现在离婚率是越来越高了，那根据相关部门的数据统计呢，提出离婚的大部分都是女人。那我们可以来看看现在的有些女人呐，都是什么思想？嘴上呢一边在嚷嚷着男女平等，一边呢又做着极度双标的事儿。比如说，男人听妈妈的话，那就是妈宝男了；女人要是听妈妈的话，那就是乖乖女。老公的工资必须上交，老婆给老公花钱，那就是男人在吃软饭。一边说着女人要独立，一边又喝着毒鸡汤，倡导不劳而获的思想。他们心目中想要的是一个格局比我大，能力比我强，眼光比我长远，能教我人情世故，带我看世间繁华的男人。很多的女人对这样的话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的，潜移默化中就觉得只有这样的男人啊才配得上自己。那我觉得啊，一个人你有梦想有标准是好事儿，但是咱不能满口叫着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你却忘了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呢？你找一个普通男人，那你是不是就该给予他认可、支持和包容，接纳他的平庸，经营好你们的小日子呢？你如果找了一个成功的男人，那你是不是就要懂得给他温柔、理解和情绪价值呢？女人嫁错毁一生，但是男人娶错却会毁3代，这样的道理都懂吧？你看看60、70年代的女人，没有彩礼，没有嫁妆，相互喜欢就结婚了。婚后女人都恪尽本分，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懂得体贴，给男人一个温暖的家。那时候的女人呢，也懂得我要读书，我要跟男人共同进步，让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女人也要撑起半边天，我才配得上他。离婚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啊。而现在的女人呢，离婚了，第一件事是晒朋友圈，广而告之我又单身了。大部分女人结婚只是为了想过坐享其成的生活，结婚就是为了吃老公喝老公，吃完喝完还得骂老公没出息。中国男人说实话已经很拼了，但是女人们还是不满足啊。其实男人很少会去计较自己付出了多少，他们不怕多苦多累，他们最怕的就是自己又苦又累
还被别人当成了驴肝肺。说白了，离婚率这么高，主要还是女人不满足。你们说对不对？